嗨，大家好，在这期影片你们将会获得2个价值。第一个价值就是使用分离账户投资法进行自动理财，每个月就算当个月光族，我们也可以有钱进行投资理财，创造被动收入。第二个价值就是 Kevin 将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心法 ，Kevin 使用这个心法之后，基本上阻挡了 Kevin 80%以上的不必要的支出。相信这期的内容一定会对各位非常的有帮助。大家好，我是 Kevin， 这是一个致力于探讨投资理财、财富自由等等有关财富的平台。那在 Kevin 不断学习与财富相关知识的同时，也就这个平台将 Kevin 认为有用的财务知识分享给各位，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同时也是在不断的督促我自己，在投资理财这条路上要不断的精进。那么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好，那在介绍分离账户自动理财之前，我们要先知道投资理财的3大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收入，第二个核心就是储蓄，第3个核心就是消费。那收入这个核心又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叫做创造收入，第二个叫做理清债务。创造收入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要创造收入，我们才会有现金流。那我们有现金流的话，我们才可以进行投资理财嘛。那为什么理清债务也是放在收入这个核心当中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有房贷、你有学贷、你有车贷的话，你是不是每个月都要缴一笔利息？如果你每个月都缴一笔利息的话，那是不是代表说你每个月你所能使用的现金流就变少了？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债务给还清的话，我们是不是就省下了这些利息的现金流？也就是说，我们创造了现金流。所以，我们把理清债务这个东西，我们也把它归类在我们的收入当中。第二个核心，储蓄的部分。那储蓄的部分也是分成2大类，第一大类叫做投资，第二大类叫做存钱。那投资的部分就是为了要创造我们美好的退休生活。那存钱的部分就是要应变中短期的一些梦想，或者是一些异常状况，就像是我们可能要预备我们6个月的一个生活费，以防我们忽然间被 fire 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笔钱可以进行运用，或者是我们想要出国旅行，那我们要一笔钱进行出国旅行嘛？那这些钱的部分就是放在我们的储蓄的部分。第3个核心部分就是我们消费的部分。那我们前面已经有进行了理清债务，我们也有进行了投资，我们也有进行了储蓄，所以剩下消费的这个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把这些钱给全部花光，全部花光。那这些消费主要就是一些短期的娱乐啊，或者是吃饭等等。好，那我们这理财3大核心就主要是现金流的运用。我们前面收入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扩大我们的收入，我们才会有更多的现金进来嘛。那储蓄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现金流给保留住，用我们的现金流再去创造新的现金进来。好，这是我们储蓄的部分。那消费的部分就是剩下的部分，我们就拿来进行消费。好，那我们知道理财的3大核心之后，我们就要来知道分离账户的4大账户。那分离账户的4大账户主要就是薪资账户、投资账户、重要账户以及消费账户。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薪资账户。薪资账户就是我们薪水进来的账户，也就是我们放薪水的账户。那薪资账户的话，我们通常就会绑定固定消费，我们会将固定消费用在薪资账户当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薪资账户除了领我们的固定薪水之外，我们还会绑定一些固定的消费，像是我们的车贷、房贷、学贷，以及我们可能电话费每个月499这些固定的支出，固定的去把它给扣除。那我们的薪资账户对应的就是我们的收入这个核心。那再来就是第2个跟第3个账户，也就是我们的投资账户跟我们的重要账户。那投资账户顾名思义就是来进行投资，那这个账户就是为了要我们创造被动收入，未来退休享受人生。那我们的重要账户呢，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储蓄，然后应变我们的不时之需，以及我们一些中短期的一些梦想，像是我们要出国旅行啊，我们想要出去玩啊，或是我们要想买一台汽车、买一台机车、买房，这些东西都是用在我们的重要账户当中。那投资账户跟我们的重要账户就是归类在我们的理财核心的第2个核心，也就是储蓄这个核心。好，那我们来介绍第4个账户，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账户。我们前面已经有进行了理债，我们有进行了投资，我们有进行了储蓄，所以我们的消费账户就是进行消费嘛。那消费的部分就是主要是短期的目标，像是我们吃饭，或是我们去进行娱乐，还有我们的水电费等等。对，我们水电费是要归类在我们的消费账户。虽然我们的水电费都是每2个月要缴一次，但是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OK， 所以这种变动的消费的话，就是要归类在我们的消费账户当中。那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这4个账户它大概的功用是什么之后，那各位的提款卡就要稍微再做一下更正。也就是说，我们皮包里面的提款卡是哪一个账户的？皮包里面的提款卡只能是消费账户里面的提款卡，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有我们投资账户里面的提款卡，因为投资账户的提款卡就代表说我们会不自觉的去领到我们投资账户里面的钱。
我们要尽量不去碰到我们投资账户里面的钱。那信用卡的部分可以有我们的消费账户以及我们的重要账户啊。当然，平常带在身上的信用卡就只要是消费账户的信用卡就好。我们的重要账户的信用卡也尽量都不要带在身上，因为我们能花的钱就是我们消费账户里面的钱。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这4大账户它们分别的功用是什么了，那我们要怎样去进行分配呢？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银行有一个功能叫做自动约定转账，也就是说，我们将薪资账户里面每个月5号的时候汇进来的薪水进行约定转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多少趴的钱分配到不同的账户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将20%的钱分配在投资账户，10%的钱分配到我们重要账户，然后剩下50%的钱可能分配到我们的消费账户当中。OK， 我们可以这样进行分配。那我们就来直接进行举例好了。假装有个观众，他就开心，那他看完 Kevin 的影片之后，他马上就进行了账户的分配。他自己每个月的薪水是10万块，那他每个月需要缴的房贷、车贷还有学贷等等，加起来大概是2万块。那这2万块就代表是他10万块里面的20%，也就是说，他要设定约定账户的时候，他的薪水进来的时候，他有20%要留在他的薪资账户当中。那如果他又想要进行投资的话，他每个月想要投资2万块，那代表说他要设定20%的薪资要移到投资这个账户当中。那如果他要存1万块钱的话，在重要账户当中，那就是他每个月要设定10%的薪资要移到重要账户当中。那他剩下就剩下50%，也就是5万块钱，就是在他的消费账户当中。他每个月就是负责把它给花完就对了。那开心这位观众，他使用这个分离账户自动理财法一段日子之后，他跑来跟 Kevin 讲说：“Kevin， 我发现说我消费账户这里面的钱，我每个月都会剩下1万多块。那我这1万多块要怎么办？各位觉得要怎么办呢？”有人会说：“啊 ，Kevin 不是说投资非常重要吗？他是为了我们未来退休着想。那我可以把这1万块钱放到我们投资账户当中吗？”千万不能做，千万不能将你们的消费账户的钱移到投资账户当中。为什么？这边 Kevin 来分析给你们看。如果你们这个月可能饭局比较少，你们忽然间吃的比较节俭，就剩下了比较多的钱，你就把这些钱移到了我们的投资账户当中。你们可能下个月或下下个月，你们开始有比较多的饭局了，那时候你们钱不够了，那你们会做什么事情？通常80%以上的人会说：“啊，我之前将这笔钱移到了我投资账户当中，那我现在拿个8000块出来，应该没关系吧？”这样子你就打破了这个分离账户的功用，你将每个账户的功用都给混淆了。我们只要进行一次投机取巧，我们就会一直进行投机取巧。也就是说，他以后可能有更多的饭局，他可能就会一直从投资账户里面拿钱。他可能会说：“啊，我这个月我先拿3万块出来，我等下个月我再慢慢的把钱给填回来。”这个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会投资理财的人。所以，这每个账户它的功用都是固定的，千万不能将它混淆。那我这1万块钱要怎么办？很简单，你发现说你最近这几个月你的消费账户就是会有多出来的余额，那你就是开始去进行你的薪资账户的调整，将你的消费账户的比例给下降。也就是说，你可能从50%下降到30%，那其他20%的部分你就可以移到你的投资账户或者是你的重要账户当中。我们要这样进行操作，而不是直接将消费账户的钱直接移到投资账户当中，会造成整个系统都错乱。所以你这样设定好之后，你下个月进来你消费账户里面的钱就会变少。那如果开心他就这样设定了，他把20%的钱移到了投资账户当中。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跟 Kevin 讲说 ：“Kevin 啊，我发现我每次在领薪水的前1个礼拜，我的钱就没有了，我只能开始吃泡面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也是跟之前一样，你就是把你的薪资账户里面的比例再做调整，也就是将你的消费账户的比例提升。所以大家在第一次使用分离账户法的时候，可能会做蛮多次的调整，你会调整出最适合自己的比例。那千万不要因为 Kevin 所说，投资账户是为了未来退休享受人生所要的账户，所以你就把你自己现在的消费账户的比例用得非常的低，你可能就要变成每天都吃泡面。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要投资，通常都是用复利堆叠。那复利堆叠它有一个要素，那就是时间。我们时间通常都会非常的长，可能20年，可能30年。那如果这20年、30年当中你都吃泡面的话，那你认为你还会有命去享受复利堆叠所带来的惊人的回报吗？所以，我们投资账户跟我们消费账户之间还是要取得平衡。各位还是要吃得健康，各位还是要去运动，让自己过得更健康，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享受我们复利堆叠所带来的丰厚的回报。那 Kevin 相信，如果各位使用这个分离账户自动理财法，并且有规律、有纪律的去进行使用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各位一定会存下一笔钱，并且可以进行投资，创造很大笔的被动收入。好，那现在 Kevin 要来分享第2个重点。Kevin 用这个新法，让 Kevin 省下了将近80%以上的不必要的支出。Kevin 过去非常的喜欢喝饮料，我喜欢在吃完饭之后喝一杯饮料，可能是可乐，可能是珍珠奶茶半糖少冰，那一杯饮料大概都是40块，那每个月就要花1200块。那有人就会说
Kevin 啊，你不要这样吃啊，你这样吃很花钱呢，你对身体又不好。但其实对 Kevin 来讲，这些劝告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 Kevin 会运动啊 ，Kevin 觉得喝这些东西，我运动的话我就把这些热量给排掉了，所以对我来讲根本就没有影响。但是当 Kevin 开始学习投资理财了之后 ，Kevin 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进行思考。我会怎么思考呢？首先我会思考，我每天喝饮料就是花40块钱，那我每个月要花多少？1200块钱。那如果我将这1200块钱投资到我现在喜欢的一个标的，叫做 NO， 那 NO 它是一个美国上市的公司，它是一个烟草股，它现在的殖率是8.3%，近5年股息成长超过9%，并且它有51年连续发放股息成长的一个记录。如果我将这个1200块投资在 NO 这个标的的话，我就可以获得70块钱的股息。也就是说，如果我将这1200块钱拿去买饮料的话，我就是永久性的损失了我每个月70块钱的被动收入，一辈子70块钱的被动收入，永久性的损失了。有人听到这边可能会觉得70块钱还好吧？那 Kevin 再来帮你计算一下，如果我把这个70块钱的被动收入，我把它投资了20年，进行复利的堆叠，股息再投资，到20年之后，这70块钱的被动收入会变成895块钱的被动收入。也就是说，我每个月花1200块钱买饮料，这些钱如果我拿来投资，我20年之后，我可以创造每个月895块钱的被动收入。我们再算一个更精细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花40块钱的饮料，其实在20年之后，我们是永久性的损失每年28块钱的被动收入。所以你现在买的这杯饮料不是40块钱哦，是你永久性的被动收入28块钱。如果各位是一个专注于创造被动收入的人，就会知道这些被动收入是非常非常的可贵。如果各位都会无意间的去买一些没有用的东西，然后并且后悔的话，各位可以写上一张纸条，上面写说，如果我买进了这个东西，我将会永久性的损失多少钱，它的价格去乘上0.7的永久性的被动收入，一辈子。当然 Kevin 不是说叫大家就不要花费了，我们该花费的还是要花费，就像是一些可以提升自我能力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去花费。什么可以提升自我能力的？就像是 Kevin 在2020年的时候学习投资理财，光是课程的部分，再去加上书籍的部分，就超过了10万块。这时候就会有人说 ，Kevin， 你花这10万块，我们帮你算一下，等于是你20年后，你每年损失了7万块钱的被动收入啊。对 ，Kevin 是损失了20年之后每年7万块钱的被动收入。但是在2020年 Kevin 所创造的投资报酬率已经是这些学费的4-5倍以上，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些收入来创造更多的被动收入。虽然我损失了7万块钱的永久性的被动收入，但是我却创造了20-30万以上的永久性的被动收入。Kevin 是想要跟大家讲说，投资理财固然重要，复利堆叠也非常的重要，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投资自己，我们可以因为它而创造更多的价值，我们可以创造更多收入的东西。所以如果各位发现一个投资理财的课程，它要价2万块，但是你发现里面的课程内容是你非常喜欢的，你认为你可以应用这些课程内容来创造更多的收入的话，那这2万块钱你一定不要犹豫的就给它花下去，因为投资自己是最重要的，投资自己是复利堆叠当中最强大的一个东西。好，那影片到这边的话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这部影片的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先有收入，再有储蓄，然后再进行消费，这是一个现金流的概念。我们要先创造收入，我们才可以进行储蓄，然后用储蓄的部分的这些现金来创造更多的现金，来进行钱滚钱，然后之后剩下的钱的部分，我们再进行消费。第二个，如果我们要注重退休生活的话，那我们就要注重投资账户，我们要将投资账户的比例给拉高。第三个重点，我们要将薪资账户设定好自动约定转账，每个月薪水进来之后，它就会自动分流到它该去的地方。那剩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消费账户，那消费账户的钱，我们就是负责把它给花光光，我们要当一个月光族。第四个，如果各位开始使用分离账户之后，每个账户都有它的功用，千万不要投机取巧的将它们给混淆了，因为只要你一混淆，你就会持续的投机取巧，那到最后你就会变成完全不会理财的样子了。第五个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过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吃得健康，这样我们才有好的身体，可以享受我们复利投资策略所创造的惊人的被动收入。OK， 那在影片的最后呢 ，Kevin 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Kevin 真实的故事，那就是 Kevin 有一个工程师朋友，那他会跟 Kevin 分享一些汽车相关的知识，像他走在路边，他就会跟 Kevin 讲说，那台车它的零件是什么？那台车是什么型号？那台宾士它大概要花多少钱？它是从哪里进口的？他会讲头头是道啊。有一次呢 ，Kevin 在散步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不就很会说了一嘴好车，但是你开什么车？你开 Toyota。结果呢，在几个月之后，他就买了一台宾士，价值200万。当下 Kevin 是看到非常的惊讶啦，也有点羡慕说，哇，他竟然买了宾士哎。那如果是现在的话 ，Kevin 就不会这样想了，因为如果只是要代步的话，那其实买一台国产车就好了，国产车大概80万就可以了。那这2个相差就是120万。
那120万如果来投资 Kevin 自己喜欢的标的 NO 这个标的的话，在20年之后，他会每年创造89万的被动收入，也就是每个月75000块的被动收入，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各位还会羡慕自己的好朋友，他花了很多钱去买一些奢侈品吗？其实他们都是花掉他们永久性的被动收入。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各位觉得今天的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可以点赞、留言、加分享，并且将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为什么一定要分享给他们？分享给他们之后，他们就知道如何进行投资理财，让他们自己去创造他们自己的被动收入。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拜拜。